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你的钱放进他自己的钱包里面，你会怎么去形容他呢？是小偷呢，还是强盗呢？但如果这个人可以做到，不但不会让你生气，你反而还会去崇拜他，你甚至会心甘情愿的感谢他，你又会怎么去形容他呢？大部分的人呢，就封他为股神，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股神巴菲特，他现在手上握的不再是股票了，而是狙击枪。他最近写给股东的信呢，就好像交代了遗言和圣斗士一样，因为这一场将会是他人生里面的最后一集了，而他的目光呢，早就已经锁定在下一个猎物身上。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呢，都笑着巴菲特，说美股大盘从去年的第三季到今年的第三季，直接暴涨了30%，而这个巴菲特呢，他就只赚了9%左右。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投资回报呢，都比这个股神高了，所以呢，大家都笑这个老头不行了，快挂了，他是反指标等等的。而我呢，也笑了，因为巴菲特前2次跑输大盘呢，一次呢是在00年互联网泡沫的爆破之前的，另一次就是在07年金融危机引爆之前。这代表什么呢？今天你有100块，然后你都拿去投资，赚了10%，你又赚了10块，对吧？但是今天你这100块里面，你只拿了其中10块去投资，那么你同样赚了10%，但是你只是赚了1块。那么你有100块，你只赚了1块，你的回报呢就只有1%啊。所以巴菲特真正跑输大盘的原因呢，是他在越涨越高的美股市场里面，直接把自己过去买了最多的苹果公司啊，还有美国银行等等的股票都卖了。他目前就持有3000多亿美金的现金，他套现了。那么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他持有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而我看到的是历史以来杀伤力最强的狙击枪。这又是什么意思呢？02年的时候呢，巴菲特他掌控的穆迪公司就开始下调了一些垃圾债券的信用评级，整个市场听到了这一下枪声呢，就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开始疯狂的抛售这些债券，价格呢就一路下跌了。而巴菲特呢，他就安安静静的、稳稳的去接盘，将这些债券呢就收入囊中了。然后03年的时候呢，巴菲特手上的垃圾债券足够多的这个时候呢，他掌控的这个穆迪公司又突然将这些垃圾债的评级调高了。这时候呢，市场就好像中了迷药一样，蜂拥而至，这些债券的价格呢就瞬间暴涨了。而巴菲特他早就已经将他收猎来的垃圾债以高价出手，这一场小试牛刀呢就大获全胜了。而这只是开始，这些垃圾债的价格后面就不断的飙升，然后很多银行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个游戏了，所以呢，他们就将房地产的贷款也打包成次贷债券，然后抛向市场，让全世界无数人呢都进场一起去炒卖。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一起合力，让这个泡沫变得越来越大。而巴菲特早就已经抛售资产，囤积了天量的现金，也就是在07年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巴菲特掌控的穆迪公司再一次出手，直接将这些垃圾债的评级降低，然后市场呢就开始暴跌了，雷曼呢就开始破产了，全世界中产阶级呢就手忙脚乱的卖股票、卖房子，只能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化为泡影。而巴菲特呢，他就打着爱国的名义，用自己的钱去抄底，买了无数贱卖的资产。而不久，美联储就开始没有上限的去扩表印钱，他抄底回来的资产呢，直接翻了无数倍。也因为这样，巴菲特大部分的财富呢，都是08年赚回来的。这件事呢，其实在华尔街里面都不是秘密的秘密了，不管你信不信了，但有些东西就是事实。穆迪公司的最大股东呢，就是巴菲特，而穆迪公司也就真的为这些垃圾债券评级造假，因为他们已经被美国罚款了。而巴菲特呢，也就真的在07年之前卖掉大部分的股票，持有现金，然后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赚走了人生最大的财富。如果说你把每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都拼在一起的话，它可能就是一场局了。因为这一次，不但巴菲特在狙击，他在这巴菲特旁边的还有比尔盖茨，还有贝索斯，还有扎克伯格，还有黄仁勋，他们都在高位卖掉自己公司的股票。他们是猎人，而你呢？到底是要当这猎人还是猎物？就在你今天的一念之间呢。
因为今天这部影片将会去打开你的视野，让你把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在你的眼底。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希望拥有这个视野，如果说你不想要沦为这场棋局的棋子或者是牺牲品，甚至说你希望透过这个局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去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后续呢，我会给你更多的资讯。那么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可以随时的跟着来做。首先，穷人跟富人天生就是敌对的，这同不同意呢？如果巴菲特可以在股市里面赚走大部分的钱，这是不是代表有一大部分的人在股市里面亏掉无数的钱呢？也就是说，他赚走了你的钱呢，你就穷了。本质上呢，你就会讨厌他，但为什么你还会去感谢他呢？就是我讲这些呢，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在黑巴菲特，其实不是的。巴菲特他教会了我很多，只是说我学到的可能跟大部分人学到的不一样而已。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今天我想要卖房子，然后请了100个工人盖了120套房子，我就会去想，如果我给这些工人发的薪水刚好是可以买到100套房子的话，那么剩下的20套房子是不是直接都是我精赚的呢？所以我的回报率就是20%嘛。但是如果后面我的这20套房子卖不出去，这样的话呢，我就等同于没有赚到钱嘛。所以如果说我想要赚到钱，同时呢，我也要去确保可以把所有的房子都卖出去，那么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把钱都借给这些工人，让他们来买这个房子。这个时候呢，我不但可以赚到20%的钱，还可以收到工人借钱的利息。那如果说这些人都不想要去买这20套房子，那怎么办呢？那么就给这房子涨价，100万你不买的话就涨到1000万，1000万你不买的话就涨到1亿，而涨到1亿的时候呢，人类反而就会冲过来抢着去买了，就这样一直轮回下去，我们老板呢就可以赚越来越多的钱，而工人呢却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债。但是你还必须要去感恩我们，因为我们把这个钱借给你了，让你能够买得起房子，而且还能拥有了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各位，巴菲特身上除了股神之外还有什么标签啊？长线投资者、价值投资者，对吧？也就是说，他传递给老百姓的价值观呢，就是只要你们有钱，你就不要放在手上，因为它会贬值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只要你一直放在美股，找到那些被低估的股票，然后坚持长线布局，有朝一日呢，你也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富豪。所以无数人呢，只要一赚到钱，就会把一部分先投进去这美股，因为你越早开始投资呢，你就可以越早开始滚雪球，对吧？所以只要你按照他讲的去做，你现在呢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对吧？但是为什么股市里面输钱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呢？希望大家不要带偏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股市没有人去玩，那么巴菲特他能赚走谁的钱呢？同理，如果我盖房但没有人买，那我能赚谁的钱呢？所以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源源不绝的人，只要工作一赚到钱就拿去买股票，那么股市就会成为源源不绝的提款机，让富人去提款。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切呢是环环相扣的。你工作赚到钱呢，如果说你不拿去投资，你这钱就会被美联储降息或者是扩表印钱，变得不值钱。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去买股票，而股票涨得最好的市场最多好公司的市场呢，就在美国。而你投美股呢，你就一定要去学巴菲特，然后巴菲特呢，每一次就是在股市里面赚最多钱的那个人。尤其是一开始讲的金融危机的时候，那这是不是一场局呢？为什么巴菲特从来不推荐投资黄金呢？我看了无数的人说是因为黄金没有分红，黄金呢是不能盈利的，或者说它涨得太慢了，巴菲特看不上。那么我想要问，为什么巴菲特之前要大量的买进白银啊？请问这个黄金跟白银差在什么地方呢？06年的时候呢，全世界有25%的白银呢都是在他的手上的啊。这有多恐怖呢？就算股市你想要控制一家公司的股票，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买断一家公司25%的股份啊。就算是可口可乐，巴菲特的持仓呢也不到10%。然后你就会发现，白银涨的那个速度呢，远远比这个黄金慢啊。1971年到现在呢，黄金又涨了77倍，而这个白银呢才涨了15倍。所以他真的是这么看好这个白银，而不看好黄金吗？各位，如果说这巴菲特他去大量的囤金，会有什么结果呢？黄金是美元的替代品啊。大部分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反过来的，黄金涨，美元就跌。
那么你就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全世界美元都被抽过去黄金那边了，那么美元呢就会贬值，比如说贬值了5%好了。而你呢是个台湾人，你看到美元贬值了5%，你还敢不敢去投美股呢？就是你今天要投资美股，你就必须要先把台币换成美元嘛。那么不管你投资的那个美股是涨还是跌，你都会先亏5%的，因为美元的汇率贬值了嘛。美债呢也是一样的，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囤积这个黄金，而不是长期美债的时候呢，长期美债就算这个价格跌下来了，利息推上去了，但依然呢也是越来越少人去买的。也就是说，推这个黄金呢就会影响美元的资产，而且黄金你不能垄断，这个时候呢，如果价格跌下来了，其他国家呢就会去抄底接盘，这样价格呢就很难操纵了。但是白银就不一样了。白银呢，也就是工业用品，不是国家的储备资产，所以你无论把这个白银的价格拉得有多高，或者是砸得有多低，其他国家呢也不会去介入，这样呢就能够控制白银的价格，而且这个东西呢也不会威胁到美元，因为只有保证了美元的霸权，这样呢才可以不断的去开这印钞机，用印出来的钱去收割全世界的资产，这个呢是所有布局的前提啊。如果没有人买股票，那么我就印钱去买，让这个股价不断的涨上去，然后自然呢就会有人冲进去抢着买的。而造神呢就是造局的前提，因为有了神才可以统一人的思想。其实巴菲特跟什么孔子啊、孟子啊是差不多的，不是冒犯了，就是一个国家让老百姓相信了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就减少了。所以从统治者的角度呢，统一思想比统一法律更有效的。不信你去一下日本，我每去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自己开车很没品的。但是法律啊、规则啊，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控制人的思想呢，就可以控制人的行为，然后就可以营销一些概念给你，比如说要长期投资。当我们去看巴菲特他自己持仓的时间中位数是1年啊，然后呢你就跟着没有任何的止损，死都不卖，对吧？这不就是最好的接盘侠吗？又比如说价值投资。巴菲特说要买被低估的股票，然后你看到股票跌得越惨，你就越兴奋冲进去买了，结果呢就被套牢了。各位，你买股票呢是在股票市场买的，而人家巴菲特呢是直接跟董事会那些股东买的。你要卖股票给巴菲特，就算你以现在市价打7折，他也不一定会买的。也就是说，人家7折买的股票，就算未来10年这股票不涨，他也是赚的。就算这股票跌了30%，他也不亏的。所以他可以拿着10年，但你呢？而且他能拿到这家公司的消息，跟你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新闻消息是一样的吗？巴菲特的内幕交易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右上角的这部影片。所以大家，你用大户的方法和思维去买股票，就等同于一个小孩穿了大人的衣服一样的。而我们散户可以做的，其实不需要去分析什么财报、基本面之类的，我自己呢从来没有看过。但我今年其中一个投资账号的回报呢，也有80%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造出来的趋势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股票就行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做高赔率的交易，而这一切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走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也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做投资啊，能听懂吗？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你必须要在我们快下架之前走进我们2024年的股票投资班。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呢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呢都不要，直接免费的送给你。错过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那么整个局呢，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有钱也不会去买这个黄金，而是换成美元，然后都进来美国买股票，然后呢制造一场崩盘，收割了全世界的财富，最后拿了赚回来的钱去收割全世界恐慌贱卖的资产。欧洲啊、日本啊、韩国啊等等，每一次呢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巴菲特持有现金呢是很常见的，但持有天量的现金呢，之前历史就只有4次。第一次是69年的时候，当时美股就疯狂暴涨，但巴菲特呢却选择了解散自己合伙的公司，退出了市场，
然后不到1年了，美股就暴跌了35%，然后他就安然无恙的去抄底。第二次呢是87年，他几乎卖掉所有的股票，然后2个月之后呢，美股史诗级的崩盘，暴跌了36%。再来就是99年嘛，他碰也不碰那些涨得最狂的科技股，然后互联网泡沫就被刺破了，纳指就暴跌了78%。而07年讲过就不讲了。那么再来就是现在了，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美国的统治者其实都会透过巴菲特去告诉你，是时候要卖股票持有现金了。因为那些统治者最想要收割的不是你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而是来自全世界的大户甚至是国家。但是大部分的散户一旦进入了美股呢，就好像进了赌场一样，你叫他呢，他也是都听不到的。所以如果前4次都是巧合，那么这一次巴菲特持有有史以来最多的现金，这还会是巧合吗？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啊？各位，巴菲特对外很多次呢都有找理由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持有了天量的现金，说是什么避税啊之类的，就是尽量不要引起恐慌嘛。但唯独有一件事，他一直都是保持沉默的，就是他卖掉了自己为数不多，也就是持有第2大最多的股票美国银行。一直以来呢，美国银行都给巴菲特带来很丰厚的股息利润的，就好像一只会生金蛋的鸡一样。而这一次呢，巴菲特却把这个鸡给杀了，为什么呢？我之前说过，很多人呢也看得到，就是现在这个美国欠的债可能连这个利息都还不上了。又有的人会说呢，现在美股因为 AI 的概念已经涨疯了，但是这 AI 却没有落地，所以呢这里面就有泡沫。但这些呢，你知道，我知道，美国也知道这些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去拖的。就好像今天有个人得了癌症，他也不一定会立刻死的，而是可以透过药物或是手术等等去拖的。所以美债没人借，那我可以自己去印钱，然后自己借钱给自己嘛。美股有泡沫，那就想办法一直吸引全世界的钱流进去美股，不让它破嘛。总之呢，就是可以拖的。但有些问题呢是不可以拖，也不可以转移的，而这些往往呢都是引爆金融危机真正的导火线。而这一次我看到的是美国商业地产的危机，就是那些办公室啊、写字楼啊、做生意的门店啊等等的。你知道，自从疫情之后，无数的企业都推出了在家办公，然后这种风气一旦开始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停了，大家都习惯在家躺着上班了啊！你现在让我回去坐着上班吗？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很多的办公室都清空了，租不出去了。这时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马斯克前段时间就要带头说要裁掉那些不愿意回来上班的员工了吧？因为这个问题如果再不解决的话，美国的商业地产就会崩盘了。而且美国还出现了零元购，就是你去美国买东西，只要你买的东西是$950以下的，就算你偷了抢了，那店员也报警了，也是没有人会去捉你的，因为这是合法的。那请问谁还敢去做生意呢？大家都网购算了，这就导致了门店更租不出去了。而且你美国升息的这几年，大家都借不到钱做生意了，而美股呢却不断的涨了，所以大家都不去做生意，直接炒股了。所以这些已经埋下了很难逆转的雷，就跟你买房一样的，你买了套房想租出去，让那个租客替你去还月供，结果没有人租你的房子，那么每个月你欠银行的本金和利息都是要你自己来还的嘛。然后呢，很多人就会选择不还了，也就是断供了。这样的后果就是银行就会有大量收不回来的债，也就是坏账。所以大量的商业地产呢就会转移到银行的手上，而银行呢就只能拿去拍卖套现。但是这个拍卖呢，比如说100万的房子，你出了50万，你向我借了50万，然后现在你不还钱了，这房子归我了。那么这100万的房子，我为了快一点去脱手，我不会卖100万的，我可能卖80万、70万甚至50万，只要我能把我的本金拿回来就行了。而因为我现在有大量的房子在手上，急着套现嘛，也因为这样，无数的商业地产呢就会被拿出来贱卖，甚至还会卖不出去。而最重要的是，当你银行出现坏账的时候，有无数把钱存在你银行的人呢，就会冲出来把这钱取走的。你要知道，银行放贷是加了很多杠杆的。简单来说，100万亿的钱存进来，它可以借900万亿出去。所以一旦把超过100万亿的钱提走，银行呢就没有办法把钱给到存户了，然后银行呢就会破产。所以这一次的商业地产像不像08年的垃圾债券呢？当时雷曼也是高杠杆去操作这些垃圾债券，也是因为投资者要把这钱取出来，然后出现现金流危机。
而最后倒闭呢，就是因为这些垃圾债券找不到买家，连美国政府呢也宁愿看着你倒闭，都不愿意去接盘的。所以为什么巴菲特要卖美国银行，能听懂了吧？如果银行破产，这些银行就需要去贱卖，那么巴菲特就可以用骨折的价格去直接收购了整家银行。你知道吗？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呢，巴菲特就抄底了高盛，还有这个美国运通等等的。比如说高盛当时就要破产了，然后巴菲特就说啊，我可以救你，但有个条件，就是每年你要给到我10%的股息，而且是永生永世都要给下去的。就算这高盛破产了，也要优先把这钱给到我的。By the way 呢，之前有一期讲这个欧债危机，其实被翻出来了，就是高盛搞了鬼。那么你就可以去想一下，如果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百年企业都被巴菲特收入囊中了，他可以做多少事呢？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他是怎么卖这个美国银行的，就是他过去投资美国银行的这个成本呢，现在都收了回来，剩下的340亿美金的这个美国银行股份呢，全部都是他的利润。这时候呢，有的人就会去问了，为什么他现在套现不把全部的股份给卖呢？因为很简单，他要成为美国银行的最大股东。首先呢，就是先保证自己不亏嘛，拿回这个本金。再来，如果市场真的崩盘的时候呢，他手上还持有了不少的股份，这时候他只需要再拿到一部分的股票，就可以完成收购了。而这呢，只是美国银行一家公司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有无数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公司，或者是一些优质的房地产，都可以被他以骨折价拿下了。这会是什么场景呢？然后呢，你又会去感激他，因为他是真的用了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拯救了美国的股市，把股价重新的拉起来，让你少亏一点钱嘛。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最近投资股票策略都是赚到钱就跑的。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比如说我们补习班内部的弟子就会知道，我们买的台股2345智邦呢，几天就涨了17%了，但我们不恋战，赚到就跑了。它后面虽然很有潜力，但我们呢就快进快出的。又比如说美股 GoDaddy 也是一样的，我们190买，而现在呢我们已经卖掉了至少1/3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的关注点不是我们买了什么股票，而是我们的策略。我问你，我们散户比起巴菲特这些大户有什么优势呢？各位，巴菲特他要卖股票，他要提前1年半年，至少也要几个月的，但我们散户不用啊，你拿了几百万几千万美金，在股市基本上呢都是可以现在买，下一秒就能卖得出去的，因为我们的资金量不怕没有人来接盘的。而巴菲特就不行了，他如果想要把所有的股票一下子拿出来卖的话，就会引发崩盘，到最后他接卖也没有人会去买的。所以我们比大户更加的灵活，流动性呢更高。也因为这样，当我们闻到这个危机的气味，我们不一定就要全部的持有现金了，因为市场呢依然还会有很不错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拿一部分的钱出来去打游击战的，赚到钱就跑。就是我们打麻将，我们不做大牌，但可以透过连续的胡牌积小成大，我们也会有很丰厚的利润的。这种打游击战的优势是什么呢？市场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跑，随时保持最多的现金，打你一拳呢我就跑，我打到你，你却打不到我，给你玩消耗，同时呢也不会错过市场最后的涨势。而至于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可以选出这些比台积电、比 Nvidia 都跑得快的股票，就是呢，很多人买股票都是单纯看感觉的，没有标准，没有条件的。你站在股票市场里面，几万只股票大海捞针的，不仅会浪费你的时间，而且你买到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赚钱潜力的，甚至说很容易就会出现你一买就跌，一买就亏钱，就算后面涨上去了，但又很快跌回来了。所以选股呢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有规则有系统去选的。详细的，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免费投资班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因为之前这免费的投资班呢就出现过爆满，然后没有办法去观看了。好了，这一场呢应该是巴菲特最后一战了。那么巴菲特时代结束了之后，就会造出一个新的神，那会是谁呢？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马斯克。他就好像 Iron Man 一样，有钱有才，无所不能了。最重要的是，他愿意为美国牺牲。如果说巴菲特是稳如老狗的话，那马斯克就是超凡脱俗了。但无论如何呢，他们都是在美国，他们都是美国统治者孵化出来的神。他们在金融市场里面看似是对立的，一个是 old money， 一个是 new money， 但实际上
都是殊途同归的，因为他们都是要告诉你，就是你在美国，你可以永远相信一切，而且永远可以做多，因为赢家呢一定会是美国。好了，你会发现最近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值，全世界资产呢好像都不怎么涨了。但下个月呢，川普就要上任了，拜登就赦免了自己的儿子，已经引发了这么大的影响了。那么川普到时候要赦免的是自己啊，也就是说，拜登要留给川普的是无数的地雷，而这些地雷呢，将会影响到我们老百姓的财富。但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